在我们的实际案例中，包括后台咨询的很多同学当中，我们有很多同学出现了左肩高、右肩低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相应的练习方法。首先，我们的胸廓转向右侧出现左肩高、右肩低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人体自然的一种表现，这个和我们的人体结构以及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内脏本身就是右侧要比左侧更重。首先，我们的膈肌也是右侧要比左侧大，同时我们的肝脏也长在右侧，因此我们右侧内脏的整体配重要大于左侧，所以我们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旋向右侧，我们的右侧肋骨更多的下沉。另外，通过我们的神经系统来说，我们大部分人的惯用手都是右侧，也就是我们的右边一般都比左边更加灵活。综合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我们的身体不由自主的旋向右侧，出现左肩高、右肩低这个情况，其实是很正常且自然的。但是如果你出现了右侧肩关节的活动度下降或者疼痛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干预了。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在这种体态下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又该从何入手呢？当我们出现胸椎向右旋转、左肩高、右肩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左侧的肋骨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右侧肋骨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此时我们右侧肋骨的进气是被抑制的，那我们左侧肋骨就会进一步的代偿，也就是说每一次吸气的时候，我们左侧肋骨需要打开的更多，来弥补右侧肋骨进气不足的情况。久而久之，随着我们每一次呼吸，我们的左侧肋骨会越来越向外打开，而我们的右侧肋骨会越来越紧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放任这个情况不管的话，我们的状况反而会越来越严重的原因。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改变这个状态的话，那么其实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需要训练左侧的腹斜肌，将我们的左侧肋骨向下拉，同时让我们的肩膀回正。同时我们的左侧的腹斜肌还可以让我们的胸椎有一个向左旋的状态。第二，在收紧我们左侧腹斜肌的前提下，进行右侧肋骨打开的呼吸训练，也就是要强化我们右侧肋骨吸气不足的问题。通过这样的练习方式，就可以改善我们刚才所说的胸廓旋向右侧、左肩高、右肩低的情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我们侧支撑到垫子上，屈髋屈膝，大小腿90度，把上面的腿慢慢伸直，跟躯干平行，然后左侧的手肘支撑，将我们的躯干推起，来到我们的侧支撑的状态。好，此时就激活了我们左侧的腹斜肌，有助于我们左侧肋骨的下沉，同时将我们上侧的手臂打开，有助于我们右侧肋骨的进气。每一次吸气到右侧肋骨，呼气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我们左侧腹斜肌的收紧。吸气，呼，在这里我们可以做10个呼吸，2到3组即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出现了胸椎向右旋转、左肩高、右肩低的话，其实大可不必过分的焦虑，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是我们人体的结构性和神经性造成的。但是你的右肩已经出现了肩关节灵活性下降或者疼痛的问题的话，那么就必须进行干预了，就可以按照上述的方式去练习一下，相信对你的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的。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的练习者，我们下期再见。